有点紧张，因为有时间的限制，没有把全部的东西分享出来。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乐，我是一名网络服装店的老板娘。我现在是要找 consignment retail space， 看可不可以把我的衣服放在那里，to diversify 一下 sales channel。大家好，我是 Lin， 我是 Do Fine Stitches 的老板。我们今天在 Clarke Quay Central， 然后做一个 pop up。这个摊位主要是卖 handmade crochet items。因为这个 weekend 是那个 Easter weekend， 我会 optimistic about 这个 sales。从6点半到9点呢，其实只卖了一样东西而已。今天是他们邀请我来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分享，一个 pitch， 然后希望我的产品能够在 Design Orchard 售卖。进去之前是有点紧张的，怕会说错话。准备了一个 brand lookbook， 就是把每一个系列的照片放进一个 lookbook 里面。当然是衣服，就是因为 Design Orchard 的人，他们有一个对质量的一个要求。进去之后就是已经好像是 muscle memory 这样子，就是很熟练的把东西分享给他们。可是因为有时间的限制，所以可能没有把全部的东西分享出来。可是我觉得大多数那些比较 important 的 points 都有说到了。我觉得就是平常心对待，不要得失心太重。你好，我是张婷婷，我是新加坡时尚协会的 CEO。我们有多方面的一个标准，第一是你的品牌故事，第二呢是创始人有没有 resilience， 把不但是1季，要第2季、第3季的一些产品呈现给客户。然后第3呢是你的这个东西产品一定要有性价比。Paper Palette 这个品牌呢是一个蛮有潜质的一个品牌。其实他的表现挺不错的，因为他一进来他就介绍自己，然后介绍他的品牌故事，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对吗？而且他的产品呢其实蛮系列化的，所以你从一个 visual merchandising 的角度来说，如果把这个整个系列的产品放在我的商店，其实蛮有吸引力的。然后它的质感还挺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他把这个产品的这个质地把控得不错，我觉得他挺有潜力的，所以可能我们应该会支持吧。有很多顾客跟我反映说，他们想更了解衣服的尺寸，所以才会去做这个快闪活动。因为 pop up 真的是很 dependent on 那个地点跟人群 ，and 有时候它会有一些 challenges 跟 limitations 在那里。我现在是要找 consignment retail space， 看可不可以把我的衣服放在那里，to diversify 一下 sales channel。我第一个 pop up 是在2021年的8月，我在 online 已经做了1年半了，然后刚好又发现那个租金是1天15块，我觉得很容易回本，我就想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我会选 Design Orchard 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它是在 Orchard Road， 所以是一个比较会有人群的一个地方。第二个是 Design Orchard 的环境，它有更衣室，这样子顾客能够到 Design Orchard 去试穿衣服，看一下就是那个尺码是不是合身这样子。然后第3个就是因为 Design Orchard 能够吸引到就是国外的旅客，比较 international，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不只限于在新加坡能够认识我的品牌这样子。我选 location 有很多因素要考量，一个就是那个人流，那个消费者群。我的 target audience 就是family、office crowd 还有 tourist。
今天在 Clarke Quay Central， 然后做一个 pop up。因为这个 weekend 是那个 Easter weekend， 我会蛮 optimistic 的。There will be 45。这里的旅客很多，然后也是很多 family。它是我的 target audience 会来的地方。This one has a button behind, and you can hang it on your bag。我们这个摊位主要是卖 handmade crochet items。对，然后我主打的其实是这个我自己设计还有手工钩织的 baby rattle， 还有 teething toys。除了婴儿玩具呢，我还有钥匙扣、发夹、胸针、零钱包，还有花。我的 pop up 的 revenue goal 一般就是要比那个租金多个4倍，这是我希望达到的。所以既然今天的租金是差不多1天100，我的 revenue goal for today 就是400。Buy as a gift， 320万买2送1哦。But if you want this one, just be careful 哦。现在是2点了，我觉得生意还不错。刚刚有一个旅客就买了3朵花，我感觉早上一般都是比较少人的，所以我其实觉得等一下late afternoon 到晚上的 crowd 会更多。Hello， 你好。I put back for you。现在已经7点了。从2点到7点呢，我卖了差不多6个item。我其实觉得从2点到现在是比我预期的还要 slow 一点，然后我是希望呢晚上的话会更好。以我以往的经验，今晚的about7、8点会有一些 performance 在外面，所以呢 after 那些 performance 就会有一批 crowd 进来，所以我是希望那个时候可以 capture 多一点 sales。现在是晚上9点，从6点半到9点呢，其实只卖了1样东西而已。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所以这个是很超出我的预料之外的，因为平时的话呢，晚上的 sale 会比白天多很多。那今天的话是the other way round， 白天的 sale 比晚上多，晚上的 sales 呢是蛮差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可能晚上还会有其他的 crowd 会过来，所以我是打算 extend maybe 到9点半或者10点。我觉得 pop-up 比较会赚钱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消费者还是比较喜欢看实物，才决定要不要购买。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也是人流比较多。在网站售卖的利润会比较高。Pop-up 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销售来源，因为你不可能每个星期都做。如果不是很理想的时候，大概只能提升来5% of 整个 revenue。当然，如果是好的，可能是会到28%的一个提升这样子，所以那个 range 是很大的。这个是我的 pop-up breakdown， 那个租金占35%，那个 cost 占28%， salary 12%，profit 25%。觉得我有很多 cost that 我其实没有考虑在内，这些展示架、display rack、display trolley， 这些全部都是 extra cost that 我们根本就没有来 count in， 但是它就是一个 one-off cost， 你买了，你放着，你就可以用很久。这个是我的 online breakdown， 那个 platform fee 占15%，cost 占10%，还有 profit 占75%。我的 product cost 是大概40%，推广费25%，然后再来就是平台的手续费，像是 subscription 和 transaction fees， 大概是10%，利润大概就是25%。做快闪活动的话，我们的成本就是 product cost 还是40%，推广费10%。然后快闪活动的费用，像是租金、预售和员工的薪水是25%，所以利润也大概是25%。大部分的钱都是会投回去营运我的品牌，所以到头来其实也没有赚到什么，顶多只是给我几百块的生活费。现在是晚上10点了，然后我从刚才 extend 了多1个小时，
还好我有 extend， 因为呢，我就刚才有一整批人过来，然后就很多人来看我的 product， 然后也有2个人买我的 product， 然后我就多赚了25块。我在今天的 pop up 总共卖出了19样产品，收入是425块，那个 profit 是差不多38%。生意最差的时候，我做了一整个星期的 pop up， 我只赚了少过50块。查货的时候会发现到就是有些瑕疵，所以这些是不能买的。